Hello，大家好，我是 Jasmi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真的是好久没有更新了，但是我现在又出现了，希望大家呢还能记得我。因为最近呢，在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我的父母呢，终于是在前段时间成功的离婚了。其实他们离婚呢，对我们家3个人来说都是挺利好的一个状况，就感觉都是哎呀，终于解脱了，终于轻松了。我的父母是非常典型的在婚姻中相互消耗多年的一对，可以说是怨侣了吧。我之前的节目中有说到啊，最好的婚姻是相互滋养的，最差的婚姻呢就是长期的相互消耗。这样的婚姻，包括这样的感情呢，其实越早结束，对双方的身心健康越是利好的。其实听到老人离婚呢，通常来说呢，很多人有2个非常直接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有什么突发事件呢？第二个就是说都这把年纪了，干嘛还那样折腾呢？所以今天呢，就简单的谈一谈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就是50、60，包括有一些70后，很多人说呢，他们是被牺牲掉的一代人，也有很多人说呢，他们是就是在社会的洪流中成长的那一代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多的灌输的是集体的意识，更多的灌输的是我要为这个家庭贡献，我要为国家贡献，我要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嘛。就是他们很多情感上的东西从小就是被阉割掉的，并且他们那一代人呢，有很多人是还在生存的线上苦苦挣扎过，所以呢，你让他们这一代人忽然一下进入现代社会，忽然一下有这种强烈的富足的这种情感的需要、情感的链接，你让他们这一代就是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爱与被爱的人，没有经历过爱的教育的人，忽然长大稀里糊涂的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建立了家庭，然后期待他们能够很好的经营家庭，很好的给予到孩子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苛刻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我的父母最近跟我更新了一些我的亲戚们的状况，我才发现我的大部分的亲戚现在都已经离婚，或者是苦苦的徘徊在离婚的边缘，苦苦的在婚内挣扎的，甚至不乏有出轨啊、家暴等一些严重状况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你可能20多岁的时候，然后特别是一到5一、11这种长假呀，就朋友圈里就充斥了就是大家结婚的消息。现在呢，我的朋友圈一部分人在晒2胎，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已经销声匿迹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我30多岁了，那这个年纪可能已经是大家慢慢开始到了离婚的年纪了。有一些人已经离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婚内苦苦的挣扎。我就要说到第3点啊，就是我会发现在2个人的感情消耗殆尽，在这个婚姻无法延续下去，或者说延续下去非常痛苦的状况下，能够成功离婚的其实是幸运的少部分人，而大部分人是在婚姻的这个苦海中苦苦的挣扎的。他们是由于可能经济的原因，由于家庭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压力，还有一些呢是由于不想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有的呢是想要去挽回，但是挽回不了，有的呢是非常想逃离，但是另一方不答应。第4点呢，是我会发现离婚包括分割财产真的是非常考验人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2个人都不是坏人，但是当离婚，当真正是要分割财产的时候，人性的恶、人性的自私会被无限的放大。2个人呢，为了多得到一些利益呢，就会拼命的撕开对方的伤口，拼命的去证明自己对家庭的付出，对方对家庭的不作为，并且呢，会拼命的拉拢周围所有的人，希望别人都站在自己这一边，证明自己是对的，从而呢，把所有的错、把所有的恶都抛向给另一方。我到现在呢，真的是深深理解了这句话。等到离婚的时候，你都完全不敢相信对面的那个他是你曾经深爱过的人，对面的那个他是你曾经认识的那个他。最后一点呢，是离婚真的是会传染的。很早之前呢，就有科学研究表明，当你周围交往比较亲密的亲人朋友离婚的时候呢，你离婚的概率呢也会增加。我最近对这一点真的是深有体会。要离婚呢，就离一片。首先呢，你对婚姻的敬畏会更少一些。其次呢，你的社会压力会明显的减少降低，特别是我们父母辈的人，他们会觉得离婚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离婚之后呢，特别是女性会变得很可怜呐，独居
老人呢，死了都没人发现之类的。但是当大家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他会觉得，哎，好像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好像我也可以这样做，哎，好像我就是跟他们趋同了之后，我还能找到伴儿。最后呢，是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都在离婚的时候，你会去想是不是婚姻制度本身有问题，而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所以之前本来还想要去修复呀，要挽回呀，哎，忽然一下你觉得，哎，这个婚姻制度可能本身有问题，我就懒了，我就不用去做了，我也离婚好了，大家都清静。最后呢，我想说，在这个时代呢，大家都活得越来越独立了，所以在知乎上也好啊，在各种平台上也好，有很多人就会提问说，现在婚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果是精神和经济都独立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结婚？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结婚是有很大意义的，结婚起码对于我来说，给了我很大的确定性，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不用去经营，我就有遇到一个对的人，然后我们自然就会产生感情，有一段这个美好的爱情，然后去很顺其自然的进入婚姻。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真的没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你，那种命中注定我爱你，没有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两个人从相遇到互生情愫，再到产生一段爱情，再到步入婚姻，再到共同的抚养孩子，每一步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推进，需要我们努力的去经营的。正是因为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它足够的稀缺，足够的不动脑筋，足够的幸运，才会被很多人去歌颂，然后才会被很多人去憧憬，才会作为影视作品。说到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综艺啊，叫《再见爱人》，这是一档离婚综艺。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过的国综的这些真人秀里面呢，是最真实的一个了。我看的真的是非常上头，有机会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唠一唠这个综艺，然后唠一唠这个婚姻啊、养孩子的意义。行了，不知不觉呢，又给自己挖了几个坑了。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里吧。喜欢我的节目呢，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并且点亮小铃铛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我是彩蛋。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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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6+7呀！